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在昨天那一个令人揪心的夜晚之中，到底有谁输麻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昨天晚上过得好吗？我相信大家可能感觉是不舒服，因为呢，我看到各个平台上我那个私信呢都已经炸了，就是很多人就表示特别的这个失望，说再也不会关心国家大事了，甚至有人说不会相信国家了，说有人不相信解放军了。这里面呢，有些人是狂怒，甚至还有人蔫了，说干脆还是去选择相信公知吧。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意外，因为2年前我说过，公知们会有几轮大反扑。因为当我们发现现实跟我们平时所听到的、看到的、宣传的那一系列东西有很大差距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些心理落差，甚至会愤怒到否定自己原来所相信的一切。所以呢，我一直说用理性思考和分析是必要的。为什么？就是要为了防止这种心理落差，让我们迷失方向。昨晚的事儿，大家有生气的道理，因为是我们的心理底线过去被拔得特别高。但是我前几天几个视频其实是已经打了预防针的，特别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那一条，还有昨晚我说的反击的战略是什么。今天我就发现有几百人用我的视频放到各个群里边，或者是相互引用，去说服其他网友如何深层次思考这件事儿。那么我先感谢一下这些朋友对我的认同。今天呢，我看到又有更多的自媒体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多少斗争都是在看似不利的开局中慢慢亮出实力的。而且2016年的事儿我们都忘了吗？2016年我们是和美军2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对峙，结果是美军放弃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决定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新格局。这件事儿大家都忘了吗？真以为解放军不敢动？这次也一样。昨天我说要让台湾有痛感，这次的一系列的演习区域大家看到了吧，已经是把台湾整个包围，主要的航运基本都掐断了。现在好像高雄那一边的还有这个台北那边所有航班都在取消啊。我们的演习区域已经顶到了几乎是台湾岸边，就等着看台军忍不忍得住。现在台湾的这个爱国老将领帅化民帅老将军已经在警告台湾岛上某些人，说你们别看着一个佩洛西就臭美，解放军演习要是1-2周，你们就知道什么叫苦了。所以大戏可能才开锣，佩洛西揭开的就是个序幕。昨天呢，国内外都有人说这件事可能就是中国版的古巴导弹危机，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像是一个新的金门炮战。还有人说，如果毛爷爷在不会这样，那是他们太不了解毛爷爷了。回顾一下历史吧，毛爷爷当初说的是什么？金门那边如果是美国军舰不护航，那我们可以不打，但是美舰敢护航就暴打蒋军舰艇和金门岛，这就是要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谁在外边勾勾搭搭，谁就要挨揍。我收拾自家的不肖子孙，你美国不舒服也只能在边上瞧着不舒服。现在是特朗普都预测佩洛西此行会让台湾面临更糟糕的情况，那么我们真的不能辜负了这位前总统。其实美军自己心里也有数，佩洛西这次航班的航线都看到了，根本就不敢进南海9段线，他绕着走，而且美军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展开实际有效的护航。台湾所谓国防部这回也说大陆此次的宣布的以台湾本岛周围海空域为实弹演习的一个区域呢，是威胁到了台湾重要港口与都会区域的企图。这是知道了我们下手方向和可能的力度了。又说我们片面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此举无助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对不起，我们演习狠一点儿，离台湾近一点儿，甚至可能要逼着你台湾军队出来晃悠晃悠，进我们的演习区，然后我们是驱逐也好，甚至是抓捕也好，甚至是开火也好，等等。真要是动起手来，那才是维护大陆国际形象呢。当然就看台湾敢不敢出来挑衅了。台湾岛上现在所有的711便利店都在喊让佩洛西滚出去。美国、德国也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态度呢，应该是克制而非软弱。真觉得中国大陆不行的是某些岛还有三哥。咱们这儿有没有人想学三哥的？昨天让我特别欣慰的是一个网友在某音给我的一个私信，他说这件事儿应该是从长计议的。他说通过这件事情能让我们看清国内各种势力的动向，
能看到美军的作战协调能力，我们就需要看到国家各项后续对策。所以我想经过这次，普通网友应该有了一个更丰富的一个思考维度，不会再用粉圈的思维去相信我们只凭口舌就能专治各种不服。其实呢，也不用太担心，晚上呢有时间想消气儿去看电影吧，看看那个电影《让子弹飞》，这黄四郎把银子都收走之后，是不是就该发枪了？